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2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92，收盘价是189.1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2.35，最低价是在185.4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9865.46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81倍量缩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下穿了慢线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下行的走势。MACD 双线继续纠结，那在零轴的上方继续出现微小的绿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多头的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2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的横盘中。通常这样的线型，如果我们把它定义在相对高的位置，那么我们会把它称作叫做吊人线。那吊人线是股价反转向下的信号 K 线。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线型定义在是一个回档后的相对低的位置，那么我们还可以把它称作叫锤子线。那锤子线通常是股价止跌反弹的信号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在近几个交易日的 K 线的线型，一直会出现有含常常上影线或者常常下影线，这样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股价一直在变盘向上或者变盘向下，我们一直给出这样的信号。而且我们也会关注到，目前成交量一直是呈现的量缩，那这样的信息啊，说明多空双方的力量是均衡的。目前呢，如果再继续量缩，那股价一定会在近期会选择一个方向进行突破。对，那我们在这里说的突破是指，3月28日这根 K 线最低是185和上方的200关口，也就是3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就是说，如果股价选择突破呢，将会突破这2个点。那否则呢，我们说股价会在这个范围内继续进行横盘。当然，以目前的这样一个下行的走势看，如果股价日后跌破了185啊，我们说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，或者叫做如果这样的一根吊人线的最低被跌破呢，那么它是一个重要的下行的一个标志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，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前一期视频对3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有2个方向，一个方向是向上，收盘价会在199.5，另外一个方向是向下，收盘价会在184.5。那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说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价会在191附近。实际在3月28日收盘价是在189.19，出现了横盘向下。那这比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下点位略低，并且呢，
本质也是不同的。这个横盘向下，它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，说目前股价的下行的继续下行的可能性是更大的，因为有这样几个指标，主要一个指标就是它的收盘价没有站上5均，还是在5日均线之下方，同时收盘价跌破了前低，对，并且当日又有新低的出现，所以股价后续下行啊的可能是更大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3月29日和日后的交易日的股价下行的这么一个走势。那股价在3月29日如果继续下行，那么它的目标依然是176。那在到达176之前呢，我们给出一个标志位，就是在185前低和186之间。186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。那我们说一个多头趋势，如果股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呢，它的趋势将会转为空头。所以目前186这个位置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，同时它也是强支撑，因为多头一定会守20日均线值。那当然186一旦被跌破呢，我们说股价会继续下行而去测试176。好，我们下移这条观察线到186。好，那如果日后股价跌破了176呢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4，这是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对于3月29日，如果股价上行，它的目标依然是200关口。那在到达200关口之前呢，同样有一个标志，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91到189之间。那么我们取5日均线值的上限191作为标志，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。也就是说，股价只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我们会看到前高也在191附近，也就是192。那股价日后如果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甚至是能够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那我们说股价才能够有继续向上反弹的可能。对，也就是说会测试200关口。那如果股价日后能够站上200关口呢，我们说会继续维持目前的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。那再向上当然是211和217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3月29日，我们在盘中要特别关注191和186这2个点。那只有重新站上191，那股价才会继续向上。那186如果被跌破呢，我们说股价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我们目前多头是有2个仓位的，一个仓位是在3月14日的收盘价进场抢反弹5%的仓位，然后在3月21日收盘价有加仓10%，一共是15%的仓位。那到了3月28日收盘，我们说它没有跌破我们设定的止损是在186，所以到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。那么到3月29日止损位我们依然设在186。那这个186和之前不同，之前我们设定186啊，是在这个地方是有缺口的，我们守的是这个缺口的下沿。
而3月29日我们守的这个186，它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。虽然数值相同，但是我们守的这个点的叫做意义不同。对，好，这是止损位186。那另外一个仓位呢，是在3月21日的收盘价进场抢反弹，是5%的仓位。我们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啊，一直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和原来这个缺口的下沿。那到了3月29日，我们说这个仓位依然是守186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多头的2个仓位。那目前说多头在3月28日收盘的这个位置是没有技术上的进场点的，是这个地方是不可以进场的，在技术上。好，这是多头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空头我们会看到，实际上在3月28日，是空头是有获利出场的。我们可以看看当日的分时图。那当日在盘中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在虽然是低开盘，然后呢股价一直是在向下的，也就是一直会有空头的加仓。然后当股价到了当日最低的时候呢，我们说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叫微型的反转吧，股价被拉抬到就是相对高的位置。对，那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反转呢，应该是有空头的获利出场，或者是有多头的力量加入。好，那么对于空头在3月28日盘中是有获利出场的。那到3月29日，我们说开盘之后依然是空头的加仓的建仓或者加仓的位置。那他们的目标依然是176，然后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从200下降到提升到197，因为空头是反向的，所以数值下降实际上是提升。好，那么目前呢，实际上我们说目前对于空头啊，也是有一定风险的。我们会看到股价一直是呈现的成交量一直是呈现的量缩。那我们说如果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如果没有一根实体长红 K 线出现，也就是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，那如果没有这样的 K 线出现，股价一旦反转呢，我们说空头会被回补出场。那因此呢，对于空头目前也是非常危险的。当然我们说持续的这样的横盘，后续的走势有可能会股价会出现一个小的反弹，也就是洗盘，空头出场，然后再出现下跌。对，当然也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继续横盘，然后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也就是说继续对多头进行洗盘，然后出现一根上涨，甚至是突破200关口。对，所以目前的走势应该是多空双杀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在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2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前高是从189一直到192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
第二个压力位是从197到200关口，这是上方的压力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下方的支撑，第一个支撑涵盖了前低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186，和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188，所以第一个支撑区间是从前低185一直到188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那第二个支撑呢，就是下方的176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3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下跌。如果出现下跌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90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83，在这个位置。收盘会收在184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一根 K 线呢，那后续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那出现这样的下跌，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当然还有是必须是低开盘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可能，也就是第二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横盘向上，或者叫一个小幅的上涨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9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95，收盘会收在192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7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我们说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小幅的上涨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2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